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这个影片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一直以来我做的统帅搭配呢，多数都是针对野战玩家的。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呢，是专门针对野战并且是有去打旗帜的玩家。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围旗帜的一些细节。那其实，在以前960时期的时候，其实960做的挺好的，就是960他们打旗帜会有一个系统，就是如果你是负责去围旗帜的玩家，前面的位置肯定是安排给你的，也就是说在前面的位置呢，并不是那些只是追击杀而已，但是他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的。所以在前面旗帜这里的位置呢，一般就是让那些能够自己去填驻防的玩家、车头或者是去围旗帜的玩家。为什么围旗帜玩家一定要安排在前面的位置呢？因为当他们去围旗帜的时候，黄血就要撤退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当他们撤退要回去换兵的时候，就需要走一段路嘛。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就变成说没有多少玩家去围旗帜。如果打旗帜的时候我们只有集结的话，一般是很难打下来的。当然如果要围旗帜的玩家，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他们的水晶科技、装备、军器都是必须要顶级的或者是非常好的，否则你的报告都会很糟糕。就是围旗帜的玩家自我意识要很高啊，那符文啊、所有东西啊、头衔啊，全部都必须得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当你们要去围旗帜的时候，一般我们会不断的去侦查这个旗帜里边究竟还有多少的部队。虽然从集结上面可以判断它的反伤白字到底有多少，但是用这个方式来看的话，其实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看到侦查里面的部队开始减少，没有人去补兵的时候开始围，或者是当集结一碰到旗帜的时候才开始围，不要一开始就马上去围掉那个旗帜，这样子你自己会很伤。除非你的账号有像俄罗斯父子这样子拥有将近3亿的部队、30亿的战力啊，那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直接打这个旗帜。否则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先让集结接触伤害打在集结上，我们后面才来围殴。就是战斗上面其实有很多小细节啦。还有就是我们差不多要等集结放出去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指挥都会跟那些围旗帜的玩家讲，我们差不多要放集结了，你们要回去换部队了，不能再打。就是你确保你的部队是没有掉血的情况下去打旗帜，不要黄血或者红血的时候再打。当你们在围旗帜、围要塞部队已经变成黄血的时候，就要马上撤退了，不要等到红血、黄血的时候才撤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容易做错的事情，就是选到不对的部队去打旗帜。虽然现在玩家有很强的统帅啊，几乎野战统帅都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但是针对于旗帜，其实我们还是要选择正确的统帅去打旗帜。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要围旗帜的话，有哪一些搭配会比较适合。当然这边我只是给大家几个选项而已啦，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搭配的话，可以搭配你们自己的，或者是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么也是一样，我们先从骑兵统帅先开始。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组合呢，就是用阿提拉搭配速步台作为围旗帜的部队。虽然这个组合在野战上面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是针对于建筑物进攻的话，这个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阿提拉放在主将的位置，就是为了要提升那个伤害，然后加在速步台的身上，让速步台有更加高的伤害，还有再加上阿提拉他后面的一些技能有概率的提升50%的伤害，100%的伤害。那当然的，各位也知道阿提拉是本身没有什么伤害的，他只有普通攻击而已，再加上他的那个进攻天赋最近被削弱了一点点啦。所以其实除了阿提拉之外啊，你们也可以选择拿来搭配亚瑟做主将，然后速步台做副将，也是可以去打旗帜。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可以看到亚瑟他有2个技能在打旗帜的时候是用不到，包括他的第2技能还有他的第4技能。所以给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其实还是会选择阿提拉搭配速步台这个组合啦。另外一个组合可以用司机搭配贝利。虽然现在这2个统帅他的那个伤害数值呢没有这么夸张了，尤其是司机啊，他现在只有2300，而且一个目标而已。现在单体的统帅都已经3000伤害了，但是我们要用的主要是他那个减防
防御力的效果，还有包括贝利他的觉醒技能，各位也知道他这个围棋子围击节的时候其实是很痛的，更加多的夹击数可以让棋子更容易掉，所以像之前我们其实都一直在使用司机搭配贝利这个组合去打棋子的，只不过以目前的版本来看伤害偏低了一点点不过它的效果还是有的。当然也有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会使用江汉赞搭配阿卡琉斯啦，不过他们有一些技能其实是针对野外统帅的，所以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他们的伤害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那骑兵的部分大概是这么多，其他统帅是野战能够使用了，但是围棋子不一定能够使用。接下来轮到步兵统帅，步兵统帅可以选择用 CP 搭配伊瓦尔，尤其是如果你们那个敌人的驻防他是使用大卫来做驻防的话，这个队伍搭配会效果更好一些。本身这两位统帅就是工程统帅啦，再加上伊瓦尔的技能，我在之前也是做他的技能介绍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他的技能不受到驻防的影响，都是在提升自己而已，尤其他的第4技能效果会更加好，所以在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差别了。如果你是一般的野战玩家，可能这两个统帅你都未必会拥有，不过其实伊瓦尔还不错啦，他在野战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然后他的技能又有针对一些城市或者是据点，就包括旗帜跟要塞造成的伤害提升之类的。只是比较可惜，如果你们用 CP 去围旗帜的话，他这个第2技能发起集结进攻的时候，步兵生命值提升 30%， 这个就用不了了。那假设说就算你不是负责去围旗帜的玩家，其实你们手头上用的统帅搭配组合呢，也是可以去帮忙围旗帜。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伊瓦尔在野战表现还不错啦，如果你们刚好来不及去换，或者是你的步兵还有满血的情况下，你的搭配组合是使用白旗搭配伊瓦尔的话，可以用这个队伍去帮忙围旗帜，又或者是孙武搭配伊瓦尔也是可以用这个组合去围旗帜的。然后或许有一些玩家可能会用白旗搭配 CP， 或者是孙武搭配 CP 等等之类的，也是可以组合，就是不管你是白旗还是孙武 P 也好，只要这两个统帅其中一个统帅就有搭配 CP 或者是伊瓦尔，就可以拿去围旗帜使用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围旗帜的时候是突然之间发现到旗帜可以打，或者是你们的指挥会跟你们讲一人派一个部队出来去打旗帜，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组合去打，跟前面骑兵差不多了。如果刚好你的野战组合就是用阿提拉搭配速步台、江汉赞速步台，或者是阿卡琉斯速步台之类的，也是可以使用，亚瑟速步台也是。所以步兵围旗帜的组合大概是这么多，当然也是有其他的组合，可能有一些玩家会选择说用塔里克，可能 CP 塔里克之类的，或者是朗纳尔塔里克之类的，但是我个人的选项之中是没有选择步兵的技能伤害的啦，因为之后大家应该都是会换成偃月阵的阵型所以这个我就不推荐了。接下来工兵就比较多选择，因为工兵统帅一直以来都是负责做集结的，所以这边我会给几个选项啦。首先就是可以使用亚述搭配沙普尔这个组合去打旗帜，还有包括亨利也是在选项之中。反正你们要记住这几点，就是亨利、亚述还有沙普尔这3个统帅呢，肯定是在你这个围殴旗帜的体系之中，就跟刚刚步兵类似这样子就比方说你可能是用诸葛亮然后带了沙普尔一师，又或者是用诸葛亮带了亚述，诸葛亮带了亨利，就可以使用这个组合。又或者是你用秦始皇搭配沙普尔，秦始皇搭配亚述，秦始皇搭配亨利都可以。当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就是直接拿2个工程的统帅搭配在一起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你可能可以用诸葛亮搭配这些进攻建筑物的统帅，或者是用秦始皇搭配这些统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围旗帜可能会来不及去换装备，又或者是像刚刚我所讲的情况这样子，你打野仗打到一半，突然你的指挥叫你派一个部队出来去打旗帜，你就可以派上用场。因为有一些玩家其实他们还是会用亚述巴尼巴来做野仗使用啦，像我比较常使用到就是用诸葛亮搭配亚述这个组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可以使用你这个组合去帮忙打旗帜。尤其这个亚述巴尼巴它是有针对连击伤害还有重击伤害统帅的，使目标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 20%， 的效果是很显著的。至于沙普尔一师的话，更加是针对哥尔哥或者是德川家康这类型的统帅，让他们的护盾没有办法生效，降低对方的怒气。而且他第2技能其实不受到旗帜的影响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发起进攻的时候，工兵的行军速度会额外提升但其实你围旗帜没有必要用到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亨利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 30%， 这个也是很夸张的。觉醒技能也可以让自己
受到的普通攻击伤害降低20%。当然，之前还有一些什么尼布贾尼撒或者是基尔加美什这2个统帅呢，不在我的选项之中啦。对我来讲，他们是比较旧的统帅，而且基尔加美什其实他用在芝诺比亚的驻防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针对于现在的重击跟连击伤害驻防来讲呢，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了，更别说尼布贾尼撒这个这么久以前的统帅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推荐的几个围棋制的搭配组合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玩家要配合，就是那种围棋制的玩家，他们要去围棋制的时候，其他的玩家要帮忙去配合清除掉旁边的野战部队，否则他们这种围棋制的玩家，他们的血会掉很快，一直被敌人打。再来就是如果围棋制的玩家他们真的黄血红血回去换兵的时候，那些旁边的玩家你可能可以像我刚刚所讲的，你手头上比方说你已经有诸葛亮亚述之类的，就帮忙去打一下旗帜，就是为了避免不要让这个旗帜的血回得太快，给你的围殴部队回去换兵过后再继续的去打这个旗帜，这样子你们才可以成功的把旗帜给打下来。一人多派出一个部队，你们更加有效率一点。那如果你是帮忙围旗帜的玩家，什么时候你应该要继续打旗帜，什么时候应该要撤退，不能再围那个旗帜了。一般我们看到白字，也就是那个反伤，如果有超过5000以上，我们都会停下来，就不要继续围了，除非你的围殴部队真的有很多，就是一直持续的来，可以帮你一直不断的补上去的话，有时候6000我们还会继续打，但是5000以上其实是一个危险值了。如果是4000以下的话，都可以继续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最重要还是注意自己的部队啊，黄色的时候就要马上撤退，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情况就是直接把自己部队打到死，或者是打到红色了都还不要撤退。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围棋制的玩家，你们真的反应要很快啊，就是看准时机，什么时候要回去换部队出来。因为我知道你们打野战的部队跟围棋制的部队呢肯定是分开的，不同的保存，所以你们要回去马上换装备出来再打过，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万国觉醒里面呢，每个玩家都有担任自己的职务啦，虽然可能野战玩家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不需要烦恼这么多，但是其他职务的玩家呢会比较辛苦一点，这个也是我在先锋王国上面学到的东西啦。那么今天影片暂时先讲到这里，那当然我这边给的一些推荐或许不是最好的，如果你有更加好的组合，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当然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